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，醒来就觉得好累，连呼吸都觉得沉重？别再说那是想太多或不够坚强，那其实是大脑在求救的讯号。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，全球每8个人就有1人正被忧郁症困扰，而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生病。更可怕的是，许多患者表面正常，笑得灿烂，却在心里默默崩溃。医师指出，忧郁症不是意志薄弱，而是一种大脑化学失衡造成的疾病。血清素、多巴胺、正肾上腺素等神经传导物质失去平衡时，就会让人失去快乐的能力，专注力下降，甚至产生自我否定。今天我要和你一起认识忧郁症的7大真相，帮助你或身边的人从不敢面对走向愿意求助，找回生活的光。很多人以为忧郁症只是情绪问题，但事实上，它与大脑的化学变化有关。医学研究显示，忧郁症患者的海马回、前额叶等区域活动下降，导致情绪调控功能受损。当血清素、多巴胺等神经传导物质不足时，大脑无法产生快乐讯号，即使发生开心的事，也感受不到快乐。这并非患者不想开心，而是开心不起来。因此，说想开一点并不能治好忧郁症，反而可能让患者更自责与绝望。真正需要的是治疗与支持，而不是责备与否定。就像糖尿病患者需要胰岛素一样，忧郁症患者需要的是药物、心理治疗与陪伴。理解这一点是帮助他们的第一步。当社会能用疾病的角度理解心理问题，才是真正文明与健康的象征。很多人误会忧郁症患者懒惰、逃避，但实际上，他们每天都在与自己奋战。光是起床这件事，就像背着沉重石头走路一样困难。心理学家称这种状态为动力缺乏症，因为大脑中掌管行动的多巴胺被压抑，让他们即使知道该做什么，也提不起劲。更糟的是，外界的误解与责备只会加重罪恶感与无助。他们不是不想努力，而是被疾病夺走了力量。真正该做的是给予理解与空间，让他们慢慢恢复生活的节奏。对忧郁患者而言，每完成一件小事都像爬上一座山，因此一句真诚的肯定比任何责备都更有治愈力。很多人把情绪不好与忧郁症混为一谈，但真正的忧郁症远比难过更深层，它可能伴随睡眠障碍、食欲改变、体重波动、注意力下降、记忆模糊等症状。有的人变得失眠，有的人则整天昏睡，有的人食不下咽，有的人暴饮暴食。这些都是身体在对心理压力发出警报。大脑与身体是一体的，情绪的痛会转化成身体的痛。因此，如果你或身边的人长期疲倦，没有兴趣，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劲，请不要轻忽，这可能是忧郁症的警讯。当身体开始反常，那往往是心理在用最强烈的方式呼救。他看起来很好啊，怎么会得忧郁症？这是社会上最常见的误解。许多患者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开朗、正常，因为他们不想被贴上有病的标签。这类型被称为微笑型忧郁症。他们习惯压抑情绪，把痛苦藏在礼貌与笑容背后。当夜深人静，卸下伪装时，才面对真正的孤单。越懂得照顾别人的人，往往最不会照顾自己。所以，当你看到身边那个总说我没事的人，请多给一点关心，因为那句话背后可能藏着深深的求救讯号。很多时候，他们并不需要你解决问题，只想被理解、被倾听。压力常被认为是导致忧郁的主因，但事实上，它只是隐性。真正的忧郁症往往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，包括遗传体质、荷尔蒙变化、重大创伤、长期焦虑、缺乏支持系统等。例如，女性在更年期、
产后荷尔蒙波动时风险会上升，有忧郁家族史的人也更容易发病。这意味着，忧郁症不是单一事件造成，而是长期累积的结果。就像一座看不见的压力火山，外表平静，内心却早已濒临爆发。唯有早期觉察，主动求助，才能防止悲剧发生。生活中小小的压力若不释放，终将堆成无法承受的山。学会放松与倾诉，是预防忧郁最好的疫苗。在亚洲社会，许多人仍把看精神科视为羞耻，但医师想说，接受治疗才是真正的勇气。忧郁症就像感冒，大脑也需要休息与修复。现代医学已能透过抗忧郁药、心理治疗、支持团体等多元方式改善症状。研究显示，超过80%的患者在治疗后能明显好转。治疗不是软弱，而是选择重新生活。就像手机过热需要关机一样，大脑也需要重启。只要肯求助，就已经踏出了重生的第一步。真正该害怕的不是治疗本身，而是长期忽视与压抑。当你懂得寻求帮助，生命就有了新的可能。对忧郁症患者来说，最需要的不是安慰，而是陪伴与理解。一句“我在这里，没关系，你慢慢来”，比千言万语更有力量。家人与朋友的态度，往往决定病情恢复的关键。不要急着开导，也不要否定他们的感受，只要静静在旁边，就能让他们感到安全。同时，社会也该学会尊重心理健康，就像我们重视身体健康一样。因为每个人都有情绪生病的时候，伸出你的手，也许就能救回一个灵魂。记住，爱不是治愈，但爱能给人活下去的力量。这正是陪伴的价值所在。忧郁症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沉默与误解。只要愿意求助，就有出路。不要害怕说“我需要帮忙”，那不是软弱，而是勇气。如果你正在经历低潮，请记得，阳光不会消失，只是暂时被云遮住。当你愿意走出一步，生命就会为你开一扇窗。让我们一起学会关心、倾听、陪伴，让世界少一点孤单，多一点温暖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别忘了订阅频道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让我们一起守护心理健康，让每个灵魂都能被看见。